我和女友意外获得了2个系统，一个是热熔系统，一个是冰封系统。女友柳如烟笑着选择了冰封系统，我则只能选择另一个。谁知1周后，全球冰川末日降临，所有人都被困在家里，食物和保暖成了最大问题。我靠着热熔系统，一边融化了围困住我们大楼的冰层，一边把被冰雪冻住的食物重新融化。再后来，是上层的领导找到我，通过我的能力为全市市民发电发热，很快我就成了所有人的英雄。而柳如烟则默默无闻，没想到她却因为嫉妒心太强，在冰川结束后将我骗到楼顶，一把将我推了下去。这一次受人追捧的日子也该轮到我过了。然而，当我重生到冰川末日来临的前1周时，发现女友竟抢先一步选择了热熔系统。见状，我知道她也重生了。我笑了，冰封系统虽不能解冻使用，但是却不怕任何寒冷。于是我利用冰封系统早早藏了起来。而这一次成为实验研究对象的，则是柳如烟。此刻我刚重生到选择系统当天，就听见柳如烟说道：“热熔系统听着就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，还是冰封系统最好。前段时间不是特流行高端饮品蜜雪冰城吗？好的东西当然要留给我的男友了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当所有人的英雄，想要在末日里出人头地，这样的好日子就让给你了。那我就要冰封系统了。”选择一经绑定，不再更改。终于得到热熔系统了，我先拿牛排试一下好不好用。哈哈，这能力终于到我的手上了，这回我看你们还怎么无视我。冰封末日下，热熔系统就像一个香饽饽，无论是哪方势力都想自己占为己有。他怎么会觉得有了能力就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？我们现在居住的房子是我租的，柳如烟借着正在找工作，为了我们结婚省钱的理由搬了进来。这次我准备离开这个房子，再另租一处。现在距离末世来临还有1周时间，一切都来得及。我先用租房 app 搜了一处不在市中心，但是又离市区不远，不是学区，没有医院商区，还挨着坟地的小区，然后驱车赶过去。老板，租费过去了，你看一下。收到了，小伙子，这是钥匙，你拿好。住宿的问题解决后，1天也过去了。晚上回到家里，柳如烟似乎在试探，今天明明是休息日，怎么还回来的这么晚？哎，还不是经理，又不知道抽什么风，叫我去加班。看来他没重生，多学点也是有用的。你们经理这也是为你好，你回来太晚，没给你留饭，自己想办法吧。我睡觉去了。前世我不光眼睛瞎，还心瞎。我知道他在期待什么，无非是想末日赶紧来临，让大家都求他，然后自己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。第2天，我先和公司申请了1个月的休假，开车到附近商场的超市，把能看到的自热火锅、自热米饭、罐头、香肠、纯净水全都扫了一遍。接着又买了卫生纸、棉被、保温毯这些过日子少不了的东西，还有各种粮食蔬菜，怕自己无聊嘴馋，顺便还买了几千袋辣条。把这些物资一趟趟的运往新家。我接着又去了海鲜市场，包圆了市场里的所有鱼虾。为了随时有蛋吃，还买了一批鸡鸭养起来。想了想，又跑去找了几家好吃的小菜馆，订了好几百桌饭菜，让他们陆续送来。采购搬运的间隙，网上下单也没停，固态酒精块、家用发电机、净水器什么的都备了不止一套。白天我疯狂的买，晚上则是用冰封能力把生鲜和餐馆送来的饭菜冰冻起来。这能力冻住的东西不会坏，也不会自己化掉，用来保存物资不要太方便。前世柳如烟吃的一直是我用能力化开的或换来的食物，也没少拿这一点跟别人炫耀，根本没有开发过他的能力，自然不知道这个功能。这几天我每忙到深夜回家，柳如烟都睡得死沉，家里也没有一点变化。他明知道冰川末日即将来临，却没有丝毫的着急和害怕，反而认为靠着这能力就能跻身上流人群，拿捏所有人，因此甚至是数着日子期待末日早点降临，他好赶紧开启他的牛叉人生。在一睁眼时，柳如烟站在我床前。最近这几天都没见到你，工作这么忙，我会心疼的。你要是真的心疼我，那你什么时候找个工作？那咋了？你就是喜欢有钱的富婆，等老娘以后有钱了，你就知道我这个女朋友有多好。见状，我低下头，没有再理会他，继续采购我的物资。柳如烟见我没再说话，自觉过分，又过来讨好。老公，你这个月工资发了没啊？我想换个新鞋，最近新出的那个 LW 牌子，闺蜜她们早就买了，跟我炫耀好久了，人家也想要。不知道她长了一个什么猪脑，末日不想着买双保暖鞋，还要买 LW。没钱，我刚买了一个游戏机，钱都花完了。见没有达成目的，柳如烟顿时黑了脸，又采取一贯冷暴力的方式等着我自己认错，转身就摔门出去。我知道他是去找他的白月光了。前世末日来临后，柳如烟得知白月光临天已经回国，想要让我去救他，可极寒的天灾之下，我们自身都难保，就算我有热熔系统，也仍然惧怕冰川的寒冷。没有我的帮忙，自然没过多久，林天就被冻死了。柳如烟却觉得是我害死了林天，对我心生怨恨。这一世，他怎么可能放过在白月光面前表现的机会？巴不得立马赶过去。曾经我也不止一次听过柳如烟对着她的闺蜜吐槽，说我又丑又老还没钱，要不是我能给她报金币，她根本不会选择和我在一起。她闺蜜也立马附和。那还用说，林天是我男神，叶枫怎么能比？一个白天鹅，一个丑小鸭。想了想，我拿出手机给柳如烟打了一通电话，刚一接通，电话那头就传来柳如烟的怒斥。我告诉你，我气还没消，别以为你给我打电话我就会原谅你。想什么呢？公司那边要求我去外地出差，最近1个星期我就不回了。没等他说话，电话那边传来一个男生。和谁打电话呢？柳如烟也顾不上回复我，
匆忙的开口解释。好好好，都听你的。接着就是挂断电话的忙音，我就知道他不可能提醒我末日要来临，无所谓，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他现在应该认为我已经出差远离了他。我开始计划搬去我新租的房子，等待剩下的时间过完。柳如烟自大的以为有热容系统，别人就会求着他。家里只准备了些许的泡面和饮料，本着蚊子腿在小也是肉的原则，我直接把家里冰箱的东西还有吃的喝的一扫而光，一点吃的也没留。我带着打包好的行李驱车赶到了新租的房子，随后我把家里的门窗全部用冰封能力冻上了厚厚的冰层。冻住门是为了防止有人来，冻住窗户是防止冰川末日来临后，窗子像大部分人家的窗户那样直接被冻裂。经过我一天的整理，租的新房子俨然成了一个末日避难所。而我选择这个地方，也是因为钱是通过我的系统为市民发电，此处就在我发电的范围内。虽然不会全天供暖供电，但每2天就会供电1小时，够我的自用发电机充电长久使用了。我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在这末日2年里存活下来。前世冰川末日来临，仅仅温度骤降就有30%的人口被冻死，而我的冰封异能不怕冷。我只需要保证每日最基本的吃喝问题，就可以生存无忧。解决了这一切，我安心的躺在18000的大软床垫上，看着满满一屋子的火锅、辣条、水源，感到格外的踏实。我终于不用像前世那样整日忧虑，担心冰川末日自己会饿死，担心被当成实验品。而为了以防万一，临走时我在原来的家里装了隐形摄像头。这款摄像头不仅拍摄高清，就连说话也听得一清二楚。没想到柳如烟在得知我要出差后，竟然带着林天一起回了我们的出租房内。他们坐在卧室里，柳如烟脸上挂着热切的笑容。我不想再看这对狗男女，切出了画面，打开了社交媒体。这时外面暴风雪已经开始下了，起初大家只是开玩笑，7月飞雪，这是有冤情啊。很多人跟着在网上吃瓜，也有人抱怨说雪瞬间就下大了，根本无法出门。大家还以为只是暂时的，根本没有想到这雪之后就是冰川末日。也有一些聪明的人在网上发言，各位听我的，以我的经验，这是要末日了，赶紧去超市采购。不少人担心这雪真的不会停，想出门去超市买些东西，超市却早就被采购一空。一连几天过去，雪一直在下，并且开始夹杂着冰雹，底层的积雪因为重力不断压实，变成厚厚的冰层，上层还在不停的积累。有些人实在饿得不行，出门想找些吃的，却没抗住末日的严寒，被冻死在马路上。几天的时间里，柳如烟也没再联系我，显然她根本不关注我的死活，也可能是觉得我已经被冻死了。我躺在18000的软床垫上，不是拿出我下了几千部剧的平板看剧，就是切出监控画面看看那对狗男女。吃完热腾腾的火锅后，我一边打开了一罐冰啤酒，一边打开了监控。两人坐在客厅里，林天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哆哆嗦嗦问道：如烟，你家还有什么吃的吗？我好饿。你也知道的，叶枫穷酸小气，在我这儿住，出差还把我这儿的泡面饮料都带走了，家里是一点吃的也没了。林天也皱着眉鄙夷：什么男人这么小气啊？可是我真的好饿，怎么办？你等着看吧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们都得上门来求我。说着，他贴在林天耳边悄悄说了一堆话。林天震惊的唰的站起来，怎么还不信？他当即就用热容系统把室内的温度提高，连窗户上在冰川温度下冻实的冰层都慢慢融化。见状，林天拉着柳如烟装模作样深情表白：幸亏重新遇见你，真好。柳如烟看着林天的反应，或许是想到了前世我被众人瞩目的情景，忍不住勾起了嘴角，仿若自己就是在世救世主。林天这时问道：那如果叶枫回来了，我怎么办？他呀，早死了吧？别人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就没喜欢过他，我爱的一直都是你。林天点点头，一把抱住柳如烟，却没看到他眼里划过的算计。看着监控，我心中暗自盘算道：现在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躺平，安然的度过这末日。这处房子可是我精挑细选的，因为是在坟地旁边，之前有过灵异事件的传闻，所以这里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住。喝啤酒喝爽了，我又打开了几包辣条。后来我干脆直接在直播间做起了吃播，我边吃边和直播间的人聊天。没想到柳如烟也刷到了我的直播。叶枫，真的是你？你这是在哪儿直播啊？不是说出差了吗？见我直播间不回复他直接微信弹了好几条消息出来。叶枫，你这是在哪儿啊？外面下这么大的雪，你没事吧？你不冷吗？你哪来的好吃的？对于连续弹出的一个个问题，我选择继续无视，并且在直播间把他踢出去拉黑，转头继续和观众们聊天。见我不回复，柳如烟立马打来电话，我只能先把直播下了。你出差把家里的泡面和饮料都拿走，我还没说你呢，你怎么还喝上啤酒，吃上大鱼大肉了？我笑了，一个 NPD 人格还想着 PUA 我呢，我还在出差呢，这是客户给我的，我也没办法。这雪这么大，外面这么冷，我怎么回去？你自己和邻居先借点东西吃吧。然后也不等他说话，我就挂了电话。我打开监控，柳如烟果然被气坏了，对着家里的家具一通乱砸。林天躲在一边观察。如烟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林天，你忘了我有什么系统吗？说着就摔门出去。我想也不用想，就知道柳如烟是去邻居家表现自己的能力了。果然，他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监控里时，手里提着一袋吃的。林天连忙激动的接过，柳如烟也喜笑颜开。放心吧，有我的能力在，别说这一点点吃的，就是你想要豪车、钻石，我都能给你。这才只是开始。我关闭了监控，不想再看两人恶心的嘴脸。
后面的事情自然不可能是风傲天式的展开，不过我不可能给他任何的提示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美滋滋的过着吃喝不愁的日子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再次得到柳如烟的消息是在收音机里，此时他已经成为是特殊部门人员，官方也放出消息，不久后将为全市市民供热。我咬了一口巧克力棒，没想到竟然比前世早了整整半年。前世柳如烟虽然总是炫耀，但我一直保持着克制，故意说自己的能力一天只能使用一点点。1年后才有市领导过来找我，没想到刚在网上看见柳如烟的消息，他就打来了电话。电话里柳如烟的声音跋扈且得意，现在求我还来得及。我用固体酒精块融化了好几道小饭店的菜，面无表情的开口，求你什么？柳如烟笑出了声，你难道没看到网上的消息吗？我已经成为了特别部门人员，不是你能比的，跟着我想要什么都能得到。而我却只顾吃东西不回答。柳如烟有点气急败坏，你到底听没听我说话？你还是瞧不起我是不是？我看你出差也是借口吧，就是为了出去陪富婆。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口红烧肉，深吸一口气，狗吠什么呢？打扰别人吃饭的快乐。我当然知道你要去当人肉供热供电系统了。说到这一点，我还得感谢你啊，要不是你，我哪来的电直播去挣钱，哪来的电去烤肉听歌看剧？柳如烟哪里能想到，她自以为自己是英雄，我只是一个小市民，却不知道我需要的正是这末日里不被打扰的平静。柳如烟不可置信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还没分手呢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把之前监控拍到的他搂着林天的照片给他发了过去，嘲讽道：半年没联系了，还不算分手，冷暴力2天就可以判死刑了。在一起时，我向来都是对柳如烟有求必应，但每次吵架他从来不会哄我，而是用冷暴力逼我服软认错。我已经受够了。回想起这些不堪的记忆，我简直想给自己2巴掌。人果然不能共情以前的自己。见我用从没有用过的语气和他说话，柳如烟语气变急：你那个冰封系统没什么用吧？我的这个系统不仅能把冰融化，还能做原动力。现在上级已经看到和认可我的能力了，你也不要怨恨我当初先选了这个系统。你告诉我你在哪儿，我去找你。前面的事情我们就翻过去了。我直接挂了电话。柳如烟怎么可能好心为我？他说这些话不过是想把我继续踩在脚下。自卑又没能力的人，就是生怕别人瞧不起他，又比他过得好。没过多久，柳如烟就出现在了公众面前，同时开始每隔1天就被全市供暖。柳如烟把进度提前半年，毫无保留的耗用自己系统的能力，看似赢了，可我却知道他的好日子不多了。林天也给我打过电话炫耀，柳如烟是我的了。我一直都知道如烟喜欢我，知道我是她心里的白月光。即使我知道你的存在，我也根本不在乎你。我挑眉，不想跟他纠缠，顺着他的话敷衍：是，你们全家都厉害，我就是个米虫。林天气急，直接挂了电话。很快，柳如烟因为系统暴露，开始在公众面前露面，而这代价是他要使用自己的系统为公众谋福利做事情。可这并不是柳如烟的真心，他不过是想要所有人对他顶礼膜拜，甚至尊他为神。前世我的系统被柳如烟发在小区群里，所有人都带着仅剩的食物去求他，希望他能说服我帮助他们，给他们热力驱寒，他们都快被冻死了。他一开始是谁都帮，可后来就是谁有钱帮谁，谁能给他带来利益帮谁。这一世，柳如烟更加过分，人前他为了所有人付出，人后便肆无忌惮的索要任何东西。可这样的人，即使是末日，又怎么可能会被大人物容在眼里？可柳如烟就是不懂得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只盯着眼前的利益。我以为林天留学归来会是个聪明人，没想到他和柳如烟一样目光短浅，果然什么锅配什么盖。我前世谨小慎微，只为能多活1天，为此还要忍受着每天的实验。那些实验直接在我的身体里做，为了保存我的体力，好给大家发电发热，又不能过分对我开刀，只能每天一点点的进行。为了不让柳如烟担心，每次实验时我总会借口是开会，他却以为我不把他当回事儿，最终杀了我。柳如烟太自信了，自信到以为这个系统是万能的。前世我经历了无尽的实验折磨，对系统的了解自然更深，因此我知道系统的能力是有限度的，用完就没了。柳如烟没有告诉我冰川末日的降临，我也不会告诉他这一系统缺陷，很公平。整整半年过去，距离冰川末日降临也过去了1年多，全市人靠着柳如烟的热熔系统，竟然过得和末日前没什么差别，所有人都恢复了往常的状态，觉得这只是一场下的时间比较久的冰雪而已。可到了第2年初，柳如烟的能力消失了，与其说是消失，不如说是缩小了很多。以前毫无节制的使用，现在只剩下1点，只能维持在他居住的那一栋楼里。寒冷再次降临，所有人都慌了，整个 A 市开始变得混乱，街上到处都是被冻死的冰人。有些人侥幸没有死于严寒，却也不得不加入食物和保暖衣物的争夺。柳如烟不怕冷，却龟缩在房间里不敢出门，自然没有食物。而因为之前的嚣张跋扈，他已经得罪了不少大人物，他们早就看他和林天不顺眼了。以前要依靠他的能力，不得不忍着，现在他已经没有用了，怎么可能还放任2人住在他们提供的房子里？结果就是柳如烟和林天又被赶回了我之前的出租屋。出租屋里没有任何吃的，柳如烟和林天求小区里的邻居给一点吃的，也没有任何人理他。冰川末日，没有人会在乎柳如烟之前付出了多少，每个人眼里看的都是柳如烟之后还能不能付出。因此，柳如烟每日坐在出租屋里破口大骂：你们这么对我，你们想过后果吗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骂人还不够，他还要埋怨林天。
你就是个毫无用处的小白脸，就是因为你这个丧门星，我才没了系统能力的。我吃着辣条、自热火锅、饭店小菜，还有鸡生的蛋，看着监控里柳如烟歇斯底里的样子，心里无比舒爽。1个星期过去了，监控里柳如烟已经饿得快死过去。于是我掏出手机，对着我的啤酒和饭菜给他拍了过去。柳如烟的声音有气无力：“叶枫，你在哪儿？你还活着？我四处找不到你，以为你死了，所以一直没联系你。上次你说分手的事情，我不同意。”林天在一旁也急忙问道：“对啊，叶枫，你这是在哪儿啊？能不能带着吃的回来找我们？我已经和柳如烟分手了，我绝对不会和你抢的。”我面无表情：“好的。”你说好的是同意了？你要回来了？你都不知道小区里那些人的嘴脸。之前上级过来接我的时候，一个个和我套近乎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一个个都关着门无视我。说着说着，柳如烟的声音竟然有些委屈，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你快点回来吧，我真的快饿死了，我已经1个星期没吃东西了。你直播挣了不少钱吧？我们拿直播的钱一起努力，一定会度过这个末日的。我却敷衍回应道：“那咋了？”柳如烟感觉到我的敷衍，瞬间暴怒。我看着监控里她脸上的器官挤在一起，连你也瞧不起我，是不是？前1年我好的时候，你以为你是谁？要不是现在需要你，你以为我会开口和你说这些？哈哈哈！我仰头大笑。柳如烟沉默片刻，随即尖叫：“你是不是也重生了？”我开了罐冰啤酒，喝了一口，故意打了个酒嗝。监控里的柳如烟艰难地咽了口口水：“怎么，才看出来吗？你也重生了？当初我选这个破系统的时候，为什么不阻止我？你一定知道这个系统的能力有限，就是故意的，对吧？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你为什么这么自私？”我淡淡回复：“那你去死啊！”我没再理柳如烟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。监控里柳如烟气得到处摔东西，东西摔没了就打林天出气，最后直接利用没剩几分威能的系统威胁他，把他赶出家门，让他去找食物。我的日子一天过得比一天好，看着镜子里脸大了好几圈的自己，又看看监控里越来越消瘦的柳如烟，心里无比舒畅。连续几天，出租屋里都只有柳如烟自己。这一天，林天竟然又按门铃回来了，柳如烟嘴里还在骂骂咧咧：“这么迟才回来，是想饿死我吗？”长时间没有进食，他饿得早就没了力气，开了门就慢慢挪到沙发上坐着。林天提着一袋吃的扔给了他，柳如烟立马捡起来就往嘴里塞。趁着柳如烟不注意，林天脸上划过一抹决绝，快速打开了大门。外面进来2个男人，这2人我前世见过，是小区里的邻居。前世我还没去发电的时候，他们2个曾苦苦求柳如烟帮忙，柳如烟却挖苦他俩一番，让他们早早去死。这一世估计柳如烟还是一样得罪了他们。他俩借着柳如烟的系统发电发热，攒了不少物资，现在反而成了小区里的领头人。我冷漠地看着监控里柳如烟被2人轮番踢打，直到被打得吐出了血。刚才吃的面包也因为忍受不了痛苦，又反胃吐了出来。他回过头恶狠狠地盯着林天：“你竟然伙同外人出卖我！”他的话又为自己招来一通暴打，直到他躺在地上没了一点动静才停下。之后，林天和另外2个男人搜刮一番，把家里的保暖用品全部带走。我透过监控看得不亦乐乎，但没想到柳如烟经过这么一番折腾，再次睁眼的时候，不仅没有死，系统的能力反而恢复了。他立马电话联系了上级，表示自己这次一定能做好。吃到教训的柳如烟像变了一个人，以前傻而自大，现在的他眼里却透着算计和狠厉。看着他一副黑化的样子，我却笑了。能力是有限的，就一定是有限的，这是我前世付出无尽的痛苦换来的情报。现在柳如烟的系统能力恢复的如往常一样，只是这系统如人死前一样的回光返照，也许只能再使用一次就彻底消失。柳如烟却把这当成了救命的最后稻草。我看着监控里柳如烟被人接走，全市发出重新恢复电力的公告，就知道她的死期到了。柳如烟回到上级提供的大楼里，立刻就是好酒好菜吃着，一如以前系统能力正常的时候。她还得意的给我打来电话：“现在你想回到我身边也晚了，重生又怎样？我可以杀你1次，就可以杀你第2次。你以为我找不到你在哪儿吗？”柳如烟果然变得更阴险了。我直接挂了电话，想找到我也得看你有没有命。因为市里发出了公告，混乱的市民们又短暂的平静下来。有了前一次的失效，人人都很紧张，人人都既期待又害怕。第一次柳如烟成功发电发热，大家的警惕性慢慢放松下来。第2次继续成功，第3次、第4次、第5次、第6次，柳如烟都成功了。所有市民都虔诚的膜拜。柳如烟觉得希望又回来了。广播里她的声音慷慨激昂，仿佛自己就是救世主。就在所有市民都再次放心恢复平静的时候，柳如烟的能力耗尽了。上级也把柳如烟抓去实验，试图找出突破口。柳如烟受尽了折磨，实验结果却表明她就是一个普通人。柳如烟再次被抛弃了。这一次距离末日结束只剩下几个月，为了安抚暴动的市民，上级宣称是柳如烟的能力才导致冰川末日，将在5日后绞死柳如烟。即使是这么荒谬的结论，公众也选择了相信，又一次推倒了自己曾经信奉的神。而上级之所以这么说，也是因为实验得知末日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柳如烟没再联系我。5日后，我看着直播里柳如烟被绞死的画面，心里终于舒了一口气。我一命，你一命，我们谁也不欠谁了。而我的出租屋里还有很多吃的，足够我过完剩下的几个月。